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里森，欢迎来到 Auto Lab。今天这台车，某种意义上来说呢，是杭州人造给自己的车。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你来过杭州的话，你可能就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杭州的马路上会有大量的3排座 SUV 车型，无论绿牌蓝牌，无论进口国产。而我们去看那些主流 SUV 车型，他们的热销城市，你也会发现杭州肯定是名列前茅的。所以说，我们杭州人确实很喜欢这类产品定义。那么，当杭州人自己造一台自己喜欢的车型的时候，他们是否会更加擅长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关于这台银河 M9要去搞明白的问题。买一台大尺寸 SUV 车型，大部分人群是为了它的空间。那所以我们要先来搞明白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选择了 SUV 而不是空间更大的 MPV？ 那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颜值 ，SUV 看起来会比 MPV 更有气场，没有那么无聊。而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这台银河 M9它的表现还是非常的出色的。它整辆车的视觉效果会让你感觉很正派。无论是它整个车侧的线条比例，还是它的这个镀铬条，我觉得点缀是恰到好处，再加上它头尾灯的这些造型，都会让你觉得这是一个很正派的视觉效果。这其实对于中国家庭来说是一件好事。在给你第一印象是正派的同时它在细节之处其实依旧预埋了很多我觉得有意思的小心思。比如说它的头尾灯都是植入了这个银河的装饰也是呼应了这个车的品牌名。它的下部是一个主动进气格栅，对于一个插电混动的车型来说，它的存在我觉得比在很多纯电车型上意义会更加重大一些。然后它的上部会有一个面积非常小的激光雷达。我甚至都觉得有点可惜了，你激光雷达可以做那么小，你上面这个装饰甚至可以收得再拢一点，对不对？然后呢，就是在这个位置，我看到了一个作为杭州人非常亲切的东西，就是它的风挡里面的图案是西湖的3潭映月以及断桥。在这里也给大家强调一下，断桥的全称是断桥残雪，是雪下在上面的时候看起来像断的，所以叫断桥，它不是真的断。坐进车内，最吸引你的肯定就是这一块30寸大屏幕了。它有着6K 的分辨率，而且主副驾屏幕之间是没有分合线，它是一整块，所以说看起来整体的视觉效果会有非常好的沉浸感。关于大屏其实我这里想表达一个观点，就是这个新能源电动车发展到现在，依旧有很多网上的声音会觉得大屏不适合出现在车上，但我一直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信息偏差。对于那些喜欢在网上发声音的人来说，不喜欢大屏，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是政治正确，所以说你会听到更多这样的声音，因为他们愿意发出这样的声音。这块屏幕在车里并不是原罪，真正的原罪是那些显示效果比较糟糕，或者说它的这个操作逻辑比较糟糕，才会让我们会觉得这一切都是大屏的问题。只是非常可惜，关于这一点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展示，因为现在的车机系统还不是最后量产的状态。除了屏幕之外，也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辆车前排上的一些设计细节。首先是这个路特斯同款的仪表盘，它是很细的一条，然后把信息一个相对聚焦的方式显示在那里。但是这个仪表盘在这辆车上其实会带来一个小问题，就是它所有的信息显示会显得太宽了一些。所以说像我这样，就是我的驾驶习惯，方向盘是喜欢放的下面一点，其实是因为我手比较短，我会觉得开起来比较舒服。那么当你的方向盘往下走的时候，两侧是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遮挡，我觉得它可以把所有的信息再往中间聚焦一些。另外整个岛台的设计我也觉得非常的出色，它把无线充电面板和空调出风口其实离得很近，这样你手机即便是这个普通的就是手机散热没有办法满足的话，那么你甚至可以用空调的出风口给你的手机在充电的时候进行散热。另外虽然说它有个很大的屏幕，但它依旧保留了一定的实体按键，而且上面都是中文的这个显示，所以你整体的操作会显得更加的便捷一些。但是呢，你有了这一块之后的一个小弊端吧，其实在于你的储物空间。虽然说你已经设计了一个怀档的一个状态，你把这里的空间释放出来了，但是在拥有了这一整块的设计之后，你的前排除了常规的这个中央扶手和下面的储物格之外，你也只能获得一个小小的杯架。当然话说回来，作为一台3排座的大 SUV 车型后排的乘坐体验和空间肯定是它更重要的表现。所以我们再来简单的评价一下这个当代新能源车的传统异能——彩电冰箱沙发。彩电是一个17.3英寸的屏幕，它有着3K 的分辨率。从这个位置来看，它的大小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如果它再大一点的话，可能会和主驾的头要干涉了。
然后冰箱打开，我们可以看到一个9.1升的容积，同时它最高可以来到50度，最低是零下6度的一个状态，也就意味着它是有真正意义上压缩机的，它的这个功率还是比较可观的。最后，它的这个座椅整体的填中和它的人机工程师，我觉得做的还是非常出色的。然后它也是配备了这个座椅的加热、通风、按摩，这4张椅子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只不过呢，它的这个按摩，包括这个屏幕的打开，并没有实体按键，没有在这里这个列出来，所以说你需要通过语音来对它进行唤醒。而且后排来操作语音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细节，就是当你喊下“你好，银河”的时候，它的氛围灯其实是有显示的。就是你注意看它这个位置它一直在闪烁的，就表示你的语音还在等你去回复。然后过一会儿，等这一条恢复正常的氛围灯状态了，就意味着它的语音退出了。我觉得这个在你的人机交互上会是个比较好的特点。另外，关于沙发的一些配套比如说这个扶手，对于一个 SUV 车型来说，这个扶手的体积还是挺可观的，而且这里还整合了一个水杯架，放在这里除了可能偶尔会硌腿之外，没有任何的毛病。还有就是这个小桌板了，这小桌板说实话没什么可讲的，但是这个小桌板我觉得它的高度非常的出色，它基本上是我用过的这些 SUV 车型来说抬的比较高的。那么在这里打字吃饭，你的整体的体验会更好。同时，像我这个身高，你收放和使用的时候，基本不会和我的膝盖干涉，这是一个很好的表现。说到我的身高，呢是1.9米，而这辆车的3维数据大概是5.2米、2米、1.8米。所以说，接下来我就用我这个相对超出平均值的身高来展示一下这辆车后2排的空间表现究竟如何。现在我来到了第3排，1、2排是我驾驶和乘坐的位置。第3排，说实话，除了我的左腿稍微就是夹在里面一点之外，我的头、手包括右腿都是非常的充裕的我的这个扶手足够的宽，我手可以轻松的架在这里。我头部空间大概还有2到3指的一个富裕，而我的这个右腿也可以和我坐在右边的朋友共用中央空道把这个位置给填满。同时呢，我还有一个不错的一个采光，还有空调出风口，以及一个座椅加热，还有一系列音响和充电的这些电子的配置。而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后排的靠背角度。这辆车后排第3排，它的靠背角度可以一直来到150度，这已经接近于是一个半躺的状态了。当然了，它并不是真的想让你做成这样，就是在一辆行进的车里面，毕竟你的头离你的后风挡已经太近了，有点危险性了。其实它的这一系列设计，包括前排的一些运动的设计，是为了拓展这辆车所有的空间可能性。虽然它只有6张座椅，但是它一共有8种不同的空间拓展方式。由于这辆车当前的车机并不是最终状态，所以我没有办法给各位来展示这8种都长什么样子。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欢迎收看一段宣传片，或者到实际的店里面去体验一下。最后，关于后备箱，在3排座的状态下，它的后备箱容积是328升，听起来数字好像不是很大，但是对于这个尺寸的 SUV 车型来说，这基本上也已经是极限了。而同时，它的第3排座椅是可以做到一个完全放平的状态，就跟前排的地板一样，它是完全放平的，所以说它可以拓展出更强的一个空间的装载能力。关于后备箱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在后排座椅电动放倒的按钮边上，还有个车身高度调节的按钮，也就意味着这辆车配备的其实是空悬，而且是双腔闭式空悬，可以让车身高度调节更加的快速且更加的安静，同时节省更多的能源。对于这个车的定位来说，上一个双腔闭式空悬应该已经是一个很顶的硬件，但是更顶的地方在于，根据他们官方资料所说，这辆车的底盘调教其实是由路特斯团队完成的。虽然说路特斯现在属于吉利，但是真的让路特斯团队的人来调这么一台大 SUV， 我还是非常期待它最后的动态表现究竟如何的。所以说，如果你和我一样期待的话，那么大概在7月底8月初的时候，关于这辆车的动态表现就会给大家带来。OK，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 Auto Lab， 我是哈里森，我们下期再见。